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人工智能热潮加剧了美国最热门股票的波动性，其波动性甚至超过最大的加密货币比特币。接下来这条，星巴克周二盘后公布业绩，第3季度收入下降 1%， 全球同店销售额和客流量下降，每股收益高于预期。首席执行官称，消费者环境复杂，但对长期有信心。公司正实施美国行动计划，虽未达收益目标，但结果好于预期。股价盘后上涨。公司在美国面临诸多挑战，推出新产品和促销活动。高管称周期性宏观问题或致困境，分析师评级为持有。下一条，美国大型银行股普遍优于非银行类股票。摩根士丹利报告显示， 67% 的银行股上季度表现优于标普500指数。花旗集团尤其亮眼，在摩根士丹利价格目标的基础上上涨 20%， 至79美元，归功于其多样化的业务模式和市场收入增长，包括固定收益市场和股票市场收入。下一条，日本股市下跌，政府债券收益率上升，因日本央行即将做出可能影响市场的决定，这是亚洲地区活动繁忙的一天。下面这条，日产制定可持续发展计划，目标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。计划以6大支柱为基础，包括安全、质量、员工赋能等，致力于减少制造和驾驶过程中的碳排放，同时加大对教育和员工多样性的支持。接下来，中国7月份 PMI 指数维持负值，表明制造业活动继续萎缩。服务业 PMI 指数同样下降。下面这条，澳大利亚核心通胀率意外下降，支持央行价格将逐渐回落的观点，促使交易员加大对降息的压注。货币和债券收益率下降，交易员放弃了央行下周加息的压注。让我们关注，受哈马斯领导人遇害和美国库存下降消息提振，油价首次在4次交易日中上涨。下面这条，三星电子报告称其净收入增长速度为2010年以来最快，并表示计划明年将人工智能繁荣推动的高端芯片产量翻番。接下来，欧洲议会选举前夕，匈牙利右翼政党菲德斯称欧尔班获胜能维持和平，否则将引发不稳定。欧尔班利用亲政府媒体，其政党位列第一，但优势不如以往。新兴政党 TISA 获 29% 选票，领导人马扎尔批评欧尔班统治，欧尔班政府宣扬敌意信息，其政党多次获多数席位，但政府对媒体的掌控限制了民主参与。让我们关注，亚马逊 Prime Video 10月即将播出的《如龙黑帮》，融合了经典黑道故事的元素，血腥斗殴、美女、豪车、肌肉、华丽西装。该剧改编自世嘉2005年推出的人气游戏，围绕着心怀善念的黑帮分子同生一马的故事展开。主演和制作团队表示，最新版本的这部剧集已经进化，以迎合当今全球观众的口味。下面这条，阿迪达斯第2季度北美收入不含 Easy 增长，受批发和自有零售增长推动，包括 Easy 在内。北美，阿迪达斯继欧洲后的第2大市场，以货币中性计算的销售额下降 8% 至13亿欧元 15.1 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 Meta 公布2季度财报，人工智能支出和广告业务表现备受关注。华尔街预计 Meta 营收和收益将增长，但人工智能支出是关键指标，投资者期待其带来回报。尽管广告收入预期强劲，但人工智能支出将继续受到审查。接下来这条，加密行业准备斥巨资争取华盛顿的友好受众。最后一条，美国拜登政府计划下月出台新规，扩大美国制止向中国芯片制造商出口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能力，但日本、荷兰、韩国等盟友的出口将不受影响。新规旨在限制中国尖端芯片制造能力，但避免激怒盟友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